我被爱情诈骗了200万。台湾在今年1月12到1月18，短短1周内就有24.5亿被诈骗走，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想分享一段既让我羞愧又痛心的经历。过去几年，我被爱情诈骗了2次，总共损失了200万。很多人会想说，我都已经被骗1次了，怎么还会被骗第2次？那就是因为我太渴望爱情，我太想要有一个家，我不想要再孤单一个人。我从小就是一个对爱情充满憧憬的人，但在生病之后，我胖了20公斤，这让我对自己非常没有自信，总觉得胖胖的女生不会遇到真爱的。前年我好不容易交到了一个男朋友，但最终还是因为嫌弃我的身材，就是觉得把我带去见他的家人很丢脸，就是最终我们还是分手了。之后我就又遇到第2次诈骗。2021年那时候台湾疫情刚爆发，然后就出现很多新型的诈骗，我也对就是虚拟货币的诈骗还一无所知。那时候我在交友软体认识了一个男生，我们就像情侣一样聊天，然后他也对我很好。到最后他跟我讲说，他有一个赚钱的方法，就是一个线上博弈游戏，什么大数据的那种。一开始游戏的钱真的可以提领出来，然后他就说服我贷款100万，然后跟着他玩就可以赚回来。因为他说就是下礼拜我们就可以见面，我害怕失去他，也可能是因为我贪心，觉得可以赚钱，然后我就去贷了这100万，把100万交给了币商，但当我想提领时，平台却无法操作，我这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啊！其实中间我去银行提领现金时，银行行员曾经劝阻，甚至把我带去警察局做笔录。然而我不知道我的理智被什么蒙蔽，我又去另外一家银行，他就是叫我去另外一家银行把现金提领出来，用各种方法，然后我就是用各种理由，然后我就把现金提领出来之后，跟币商约在竹北的高铁站，然后把那一整捆的钱就全部交给他。那个诈骗集团接着想榨干我的所有钱，就叫我用信用卡啊，或是跟朋友借钱，直到我告诉他我真的都没钱，他才把我封锁。这时我才惊觉，这就是典型的杀猪盘。当时我贷款了100万，因为利率过高，光利息就要多付40到50万，我的正职薪水也才3到4万。为了早日还清债务，所以我拼命的兼职打工，历经了2年半，很努力的还钱，我好不容易脱离了这段阴影。没想到隔了1年之后，我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。就在我好不容易被第1次诈骗的事情走出来之后，去年12月，我又在交友 APP 上认识了这个男生。他跟我一样住在台湾，他就是台湾人，口音也是台湾人，而且我们无时无刻都可以讲电话，这让我完全放下戒心。回想起第1次被诈骗的经历，当时诈骗集团说话的方式带着香港口音，而且语气总是显得就是很紧张，让我感觉他们应该就是在柬埔寨从事诈骗活动了吧。但这次不同，对方很自然的跟我聊天、打电话相处，让我就是完全相信了他。一开始跟他聊天的感觉还不错，因为我对自己的外表一直很自卑。但当他说他喜欢肉肉的女生时，我竟然觉得自己遇到了真爱，觉得他能接受真正的我。他还说他的前任也是肉肉的女生，让我就是更加觉得他是可以接受我这样子的我。我们就这样大概聊了2周吧，我们还互相称彼此老公老婆。这个就跟我第1次被诈骗一样啊，他们就是要叫你老公老婆，让你感觉跟他很贴近。我那时候还感觉我们的3观就是非常合啊。他说他想要找一个稳定的关系，以结婚为前提交往，这让我就觉得很心动。他还透露自己的工作是基金顾问，这让我对他更加仰慕。
因为我一直很欣赏会投资理财的男生，而且他说他还会煮饭啊，然后我就觉得他很完美。然后他最近还买了房子，并表示希望找到一个稳定的伴侣一起生活。其实中间就是好几次我有怀疑他，但他们的诈骗集团他们的做法就是，当你开始怀疑他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会情绪勒索你，然后就会说我侮辱他，然后就会变得很歇斯底里那样子。但因为我真的不想失去他，所以我就一直拼命的跟他道歉。后来他气消了之后，说我们很快就能见面。他也就是答应我过年前会带我3天2夜的旅行，也提议我可以当他的基金顾问助理。因为他的前任也是他的助理，分手后就离职。他还解释说这份工作需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。他甚至还提到我可以搬去台中跟他一起住，但他没有用就是强迫，他就说他只是建议。他真的很懂得用各种话术来让我相信他。后来聊天的过程中，他就开始教我玩虚拟货币，但他是带我玩那种就是正规的那种虚拟平台，像前一阵子的狗狗币从3块钱涨到10块钱，然后他就说最近川普上位之后，可能狗狗币又会往上涨，所以他就叫我玩。的确，一开始真的赚到钱，大概有1-2万吧，因为我都是我自己操作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很相信他，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基金顾问，然后他也知道我有理财的习惯，就是建议我把所有股票的 ETF 全数领出来，投入虚拟货币，这样可以更快赚钱。虽然就是中途中我真的有各种的觉得很奇怪的地方，但因为我太想要成家，他给我了一个完美的蓝图，让我看到一个希望。我甚至跟他讨论过未来要生几个小孩啊，他真的太了解人性，他会说服人了。当时我真的被洗脑成功，直到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哥。当时我哥听到的时候就跟我说，我要多确认，问他有没有脸书啊、IG 啊，然后要了解他的背景。如果他不给，那肯定就是诈骗集团。但我不相信，因为我自己就是之前被诈骗的时候，觉得就是想不开，然后我有把我自己的脸书、IG 啊那些的全部都删除掉，所以我就觉得那也不一定是诈骗集团。就是我还反驳我哥说，他又没有跟我要钱，就是那时候只有玩虚拟货币，也都没有经手在他那边。然后我还跟他说，我们还每天讲电话，他就是台湾人。我还呛他说，你自己的爱情感情不顺，不代表别人不会幸福啊。我这句话真的是到现在他还拿这句话来呛我，就是我真的很对不起我哥。然后他就是因为我自己就已经很焦虑了嘛，然后他还会就是一直跟我讲说要小心要小心，但是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不能就是单单的支持我这样子。然后我知道我就是很生气之后，我跟他讲说，你在跟我讲这些，你就把所有我借他的钱全部都还给我这样子。我哥当时气到直接把我封锁，回想起来我真的很后悔，为什么不听他的话。过了几天，就是这个诈骗集团的人呢，他就开始对我提出一些小要求。他说为了冲业绩，需要我借给他 ATM 账户，让客户汇款给他，之后再上缴给公司。我真的信以为真呢，这到底是什么逻辑啊？然后我还真的乖乖的把我所有可以用的 ATM 卡给他，然后用 7店到店的方式寄给他。我真的是他妈超傻的。之后的几天，我就看到我手机的网银啊，就是会看到有汇入的讯息，也有提领的讯息跳出来。我天真的以为那是客户的定金，还为他高兴。后来他对我说想要冲业绩，希望我帮他垫40万，并承诺下周就会还给我。这40万原本是我借信贷打算开杠杆投资 ETF 的高股息，但我完全没有想到这又是一个陷阱。我又傻傻的把这40万汇到他说的同事的账户来帮他冲业绩。在汇款的过程中，其中一笔20万的款项被银行退回，后来才得知那个账户是警示户，但当时银行并没有告知原因。而他也不死心，然后叫我去银行再把钱提领出来，转账到我自己的账户。没过多久，那些车手当然就把钱全部领走了。几天后，我收到了一个简讯，我的账户被冻结了。
这让我就是非常紧张啊！就是我只是帮他就是冲业绩，怎么可能会被账户冻结？有这么夸张的事情？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叫我就是别担心，因为他有客户的资料，说那个客户就是有一个4万块的账户被冻结，然后那4万块的账户的这个客户呢，他就是说他前一天晚上签合约的时候他反悔，所以他不想要付这个违约金，他就去警察局说这是一场诈骗，然后他现在就要赶快去做处理。我就越想越觉得很奇怪啦，就是我都把我所有的家当、所有的钱都给他了，然后我就说我现在要赶快去台中找他，然后他给我了一个南投的一个很深山的庄园，因为他是住在台中的，然后他说他等等要跟客户签约的地点。之后我就马上开车前往，然后我在开高速公路的时候，他还是不断的打电话过来，告诉我处理账户冻结的方案。他说他会联系公司，请公司的会计帮忙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是需要先支付4万元，然后还要再付2万元红包，当做就是给会计他们的费用。我就已经身上没有任何钱了。他说我可不可以跟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再借钱？我心里想说，我之前被骗100万的时候，我真的是穷到我就是没钱，我都没有低声下气去跟任何人借钱，是我很努力的再去想办法去还钱。但这一次他叫我去借钱，我又被洗脑成功，我又去跟我的家人朋友去借钱。我向我妈借了2万，向学姐借了3万，然后又跟同事借了1万，勉强我就凑了6万。然后他就一直不给我账户，可能是怕别人账户被冻结，所以他要在我确定要汇款的时候他才会给我。然后他就说那个是公司的会计账户，但明明就不是，那只是他随便乱打的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头账户。然后他一直承诺说处理完账户就能见面，晚上还可以一起吃饭。他告诉我他现在在台南，还需要晚上6、7点才能赶到。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在附近的 7 等他。但我在 7 等他了整整5个小时，然后他一下说他在开车，一下又说他在讲电话。我最终没有等到任何人，我就跟他讲说你就是诈骗集团啊，然后他就把我封锁。差不多到了晚上10点的时候，我就从 7 走出来。我那时候就已经真的是崩溃到不行，我就大喊说我怎么又被诈骗了？然后旁边就是有一条河，我就想说我要不要就这样结束掉自己的生命？我也不是说那种赚很多钱的人，也不是那种轻轻松松就可以赚个10几20几万的人。我这一次不仅把我的账户给他，我还被骗了那么多钱。后来还好那边的那个警察局就刚好就在那个 7 的斜对面，我就走进去，然后我就已经哭到不行了，然后我直接一到那个警察局的门口，我就瘫软在地上，然后我就一直说我被诈骗集团骗钱了，我已经被骗第2次了。那时候警员们真的都对我很好，他们很努力的在安抚我的情绪，还鼓励我说自己还年轻，可以重新开始，并提醒我说已经被骗2次了，就不要让自己有第3次被骗的机会。在我情绪稳定之后，他们询问我是否要有家人载我回家，于是我联系上了哥哥，远景就帮我跟我哥哥说明我的情况。因为我哥把我封锁，还好我打手机号码他还是有接。然后我跟我哥说我今天做完笔录就不用他特地过来接我。之后做完笔录，我就独自开了2个小时的车回家。回想起半夜1、2点情绪崩溃的我，居然能开车回家，至今仍感到不可思议。幸好最后还是平安抵达了家中。我感到极度懊悔，我前后被骗了59万，我非常对不起我哥，特别是我对我哥的态度，自己一味的执着于真爱的幻想，却忽略了身边真正关心我的人。
更讽刺的是，我自己的工作，我就会需要做一些海报，然后提醒外籍们不要提供给别人人头账户，但是我却被爱情蒙蔽了双眼，我还把我的账户给别人，还把我的钱又给别人，我真是他妈超级愚蠢，超级笨。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远景告诉我说，我的情况比较特殊，案件会分成2个部分进行审理。第一部分是因为我提供 ATM 账户而被提告的部分，这涉及账户被冻结的问题。而第二部分则是我对对方提告，针对那些诈骗集团拿走我钱的行为。如果车手被抓到，我可以进一步提出求偿。但坦白说，我真的没有抱多大的希望。如果真的拿得回来，那就是最好的。别让一时的孤单换来永远的伤痛。诈骗集团非常懂得操控人心，利用我们的孤独与渴望，制造出看似完美的爱情假象，但最终的结果就是让我们一无所有。希望我的经历也能够成为大家的警惕。如果身边有人深陷这样的状况，请你们多关心他们，给予他们鼓励，让他们能够走出来。钱可以慢慢还，但是命就只有一条，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，珍惜自己的钱财，不要随意就把钱给别人，尤其是 ATM 账户是很重要的东西，绝对不能再给任何人，要把他们收好。爱情可以等，但自我保护不能等。分享这支影片，让更多人避免受害。